大家好，我是神。在这一集的 Weird Burger 里面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个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就是这个戴起来超大一颗的蓝牙耳机。It's weird, but who cares？ 只要耳机好用就好啦，你管它。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耳机就是这个 Bose SoundSport Free， 名字有够难念的，你不觉得吗？ Bose SoundSport Free。你要把它念在一起 ，Bose SoundSport。关于这个耳机，我将会用优点、缺点，还有平常自己不常用可是值得一提的功能这3大类来介绍。首先，我们来讲讲优点。优点1，蓄电量非常足够。据 Bose 官方所说，耳机本身在充饱电的情况下，可以连续听5个小时。那关于这是真是假，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到耳机没有电过。我算是个常常用耳机听音乐的人，而且音量也都开蛮大声的。可是我真的没有用到它没电过，甚至连低电量的警告我也完全没有收到过。所以管它是不是5个小时，如果你是要拿来通勤的时候听，或者是娱乐的时候听，甚至工作的时候听，很够用，真的非常够用。那如果你的使用量夸张到连续听5个小时也不够的话，它的盒子其实不是一般的盒子，它同时是它的充电盒，里面总共可以蓄10个小时的电量。在它盒子前面有一个按钮，按下去除了可以打开盒子以外，同时也会显示它所剩下的电量。总共有5颗灯，每一颗灯大概就是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盒子是亮5颗灯，表示它里面总共蓄了10个小时的电。所以耳机本身跟盒子加起来总共电量是15个小时。15个小时，如果15个小时你还是不够用的话，你用有线耳机好不好？拜托。或者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带着行动充，因为其实这个耳机它不管是耳机本身还是盒子，需要的充电时间都蛮短的。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盒子的灯只剩1颗的话，充电1个小时大概就可以充满1半以上。而你在帮盒子充电的同时，耳机也会被充电。所以如果你再把15个小时用完，然后还会需要继续用的话，我建议你就充着电等1个小时，就可以继续再用很久。优点2，舒适度高。它虽然大颗，但其实一点都不重。我戴在耳朵上面的时候，其实不会觉得有不舒服，甚至过一阵子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它的重量跟它的形状其实是可以让你某种程度上面无视掉它的存在的。那这样应该会有人担心说，如果它真的那么无感，那会不会很容易掉？其实并不会，因为它耳机上面有一个勾勾，对，应该算勾勾，可以把耳机稳固的固定在你耳朵上面，所以要脱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因为有了那个勾勾，脱落的时候感觉一定会非常明显。优点3，音质非常好。我指的音质非常好，当然并不是跟那种非常非常顶尖的耳机来比，但是我会说它可以赢过大部分市面上的蓝牙耳机，至少以目前状况来讲，甚至是有线耳机。即使你的耳朵非常的挑，或者是你是什么音乐制作人啊，什么神奇的存在，就算你耳朵非常挑，或者是听过很多非常好的耳机，我想 SoundSport Free 不会是你听过最棒的，但是考虑一下它的方便性，我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优点4，它是我目前用过所有的蓝牙耳机里面通话品质最好的一个，甚至赢过一些我的有线耳机。因为大部分这种单颗的蓝牙耳机，它的麦克风离你的嘴巴是有距离的，对不对？所以在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你的声音或许不会那么的清楚。我听得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对方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因为太模糊了，或者是环境音太大声。至少我之前用的那几款蓝牙耳机都是这样子。但是 SoundSport Free 它没有这个问题，我并不会需要特别讲得很大声，或者是需要这样捂着才有办法讲话，我直接这样讲就可以了。虽然在路上这样会有点怪怪的，所以通常我在路上接电话的时候，我手还是会按着耳机。就是告诉大家，我这边有耳机哦，我不是在自言自语，你应该有人懂。总之，通话品质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因为如果今天是有线耳机就算了，它通话品质不好，你都会把它拔掉，拿起来直接听。可是蓝牙耳机没有拔掉这个概念，你要解除它的连线，你得要关机，然后等手机反应一会，才有可能拿起来接听。所以如果蓝牙耳机的通话品质不好，我觉得会是一个致命伤。它的通话品质好归好，但是它在通话的时候只有单边有声音，这点是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我之前用过的蓝牙耳机也是只有单边啦，我不知道其他我没用过的款式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只是我个人真的蛮希望它是两边都有声音的，因为如果你在跟别人通话的时候，旁边有一点噪音，只有单边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得有点辛苦，虽然还过得去啊。如果是两边的话，我相信问题会小许多。虽然这点有点可惜，但是通话品质我给10分。
满分是10分哦，不是100分，满分是10分。优点5，它的操作还算是直觉。在右边的耳机总共有3个按钮，上面加号，下面减号，可想而知就是调音量的嘛。然后中间那个按钮呢，其实功能比较多一点，除了暂停音乐跟播放音乐，同时可以接电话跟挂电话。然后双击的话是可以调到下一首歌，按3下就是跳到上一首歌，而长按就可以启动 Siri 或者是 Google Assistant。那在左边的耳机呢，只有一个按钮，它的功能是让你来切换蓝牙装置的，因为它一口气可以连接好几台不同的装置。那据我所知，按第1下，它会告诉你现在连接的装置名称是什么，然后再按1下，似乎就会切换到下一个装置。我自己没什么用这个功能，待会会解释为什么。所以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它的运作方式，而且它虽然是蓝牙耳机，但是它并没有给你开关机的感觉，它给你的感觉就像是一般的有线耳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要使用它，你只需要把盒子打开，拿起来戴上耳朵，它就已经开机好，而且跟手机连线好了，连线速度非常快而且稳定，所以给你的感觉就跟一般的有线耳机一样，你只需要拿起来戴上就好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以上就是有关这个耳机的优点，接下来讲讲缺点。缺点1，大颗，因为真的蛮大颗，不管是耳机本身还是盒子，其实都蛮大的。当然这要看你跟什么比啦，不能跟耳罩式那种比。但是比起其他我看过的真无线蓝牙耳机 ，SoundSport Free 它是属于比较大的。因为耳机本身大颗，所以戴耳朵上面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2颗在这边。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外观的不美而无法接受，而它盒子的 size 呢，是一个不太有办法让你放进口袋的 size。当然不是放不进去啦，只是放进去会变得很怪，会凸一条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就是这种明显。所以我通常会选择把它放在包包里面。但是以大小这个缺点，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就是耳机的 size 我能接受，它虽然是大，但是也没有真的到非常怪。那盒子的 size 呢，没办法放口袋，好吧，我就放包包，小 case，双关小 case。听得懂吗？就是小 case。缺点2，它蛮贵的。老实说，它真的蛮贵的。SoundSport Free 它的价格，据我所知是要在8000台币至9000台币之间，基本上可以讲将近1万块了。这个耳机我是在今年年初在北海道看到的，我当时也是犹豫了整整5分钟才买下手。好啦，其实是因为我对蓝牙耳机的依赖其实蛮高的，因为我很容易扯到耳机线，所以我出门听音乐我一定得戴蓝牙耳机。所以原本就有打算这次要在日本花一笔钱再买好一点的蓝牙耳机上面，然后再加上因为当时有蛮多的折扣，所以扣一扣下来，当时大概买6-7千台币左右，还是很贵，只是比我刚刚讲的价格好啦。但是我必须老实说，目前使用下来，我觉得算是值得，因为刚刚提到的那5个优点，几乎每一个都是非常对到我的需求，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耳机。那关于它适不适合你，或适不适合其他人，这真的得要你们自己去体验看看。据我所知，台湾现在也蛮多地方有在卖 SoundSport Free 的，所以你可以去实体店面试听看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存钱买这个耳机。缺点3，它隔音有一点差，不过我能理解，因为它是设计来运动用的耳机，所以它的隔音不能太好。因为如果你在慢跑或者是骑脚踏车等等的时候，听不到外面声音，其实会蛮危险。只是因为我买这个耳机并不是拿来运动的，所以我会有这个问题。像是在搭捷运啦，或是走在马路边的时候，其实外面的噪音是听得蛮清楚的。所以如果音乐不开到一定的音量的话，其实会听不太到音乐。所以我真心希望他们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就是出一个海绵耳塞，因为它耳塞其实是它专用的，所以一般市面上买到的海绵耳塞是没办法装上去。不过小问题，你只要音量开稍微大一点点就 OK 了。缺点4，也是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没办法跟 Windows 10的电脑连线。我当时看到这个耳机，我看到它可以跟好几台装置绑定，然后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装置，我超兴奋的，因为我就想它这样剪片的时候有多方便啊！如果我现在在用手机听音乐听一听，回到家了我要开始剪片，我只需要按一下就切到电脑上面，我就可以开始剪片了，这是超方便的耶。不过当我买回来，然后实际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它跟 Windows 10的笔电，据我爬到的文，他们是说只有跟 Windows 10不行啦，那跟 Windows 其他版本我自己没试过，但据他们说是可以的。总之，如果你的电脑也是 Windows 10的话，记得要考虑到这点。第5个缺点，其实它也是所有蓝牙耳机的通病啦，就是会有延迟。你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
但当你看影片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那个延迟其实是蛮明显的。比方说我要看 YouTube 影片，我按播放会隔个1至2秒，里面的声音才跟出来。这点对我个人没有影响非常多，因为它没有延迟到让你无法看懂影片在干嘛，也不会让你使用起来觉得非常不方便之类的，所以我个人是能接受。不过这个问题如果被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耳机就更完美了。最后我们来讲讲一些我个人平常不太会用到，但是值得一提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它有自己专属的 App， 与其说是它自己专属，不如说是 Boss 的 App。那个 App 其实有很多功能，但我个人觉得最实用的或许会是寻找耳机。在那个 App 上面，它可以显示你耳机上一次发出讯号的位置在哪里，也就是可以追踪了。同时还可以遥控你耳机发出声音来，所以让你在寻找耳机的时候会变得更容易。不过我个人真的一次都没有把它弄丢过，因为你就是平常在听啊，它不太容易掉，所以也就一直留在你耳朵上面。然后不听的时候就扔进盒子，让它充电，盒子收起来。所以很难有掉的机会。第二个就是它有 IPX4 的防水，简单来说就是下雨或者是泼到一点水是没关系，但是不可以带去游泳或者是掉进水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方便的功能，只是不太有机会用到，因为下雨如果真的是雨很大的话，那我会撑伞，我不会让它在面淋雨。所以关于它这个防水功能，平常没有太多的实际感觉，不过的确是一个会让我心里面比较安心的功能。因为如果我手湿湿的要去按暂停什么的，我不用担心它会坏掉，或者是毛毛雨啦等等的情况，我不需要去担心我的耳机。以上就是 Boss Soundsport Free 的介绍与使用心得，希望有帮助到一些在考虑买蓝牙耳机的人。今天的 Weird But Good 就到这边啦 ，Always stay weird，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